公元214年，刘备终于拿下了益州。此时的益州怎么说呢？挺好的，就是有点烂。好的地方在于人口多，土地肥沃；烂的地方在于除了那2条全是烂的。在刘璋的统治下，益州就是个小号印度，各地豪强不受控制，为所欲为。占益州面积1/2的南中地区，刘璋也没啥统治力，而且刘璋治下的益州基本不存在法律，善政得不到实施，作恶得不到惩罚，彻底摆烂了，属于是。现在你能明白为啥掌握一个州的刘璋硬是干不过掌握一个郡的张鲁了吧？没办法，他刘璋能治理益州吗？治不了，没这个能力，知道吗？然而这个烂摊子到了刘备手里后，一切都变了。同样是拿着益州，刘璋连张鲁都干不过，刘备却硬是主动进攻，把最强大的曹操逼出了汉中。刘备到底做了什么，让益州几乎脱胎换骨呢？答案很简单，大刀阔斧，推倒重来。统治层面，刘备设置了来降都督，对南中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管理，这才终于实现了西南地区的初步统一。法律层面，刘备命令诸葛亮等人制定了一部叫《蜀科》的法律，严厉打击豪强，终结了刘璋时期豪强为所欲为的情况，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建设层面，刘备在蜀地铺设了大量基建，改善了蜀地的交通状况，同时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发展了蜀地的生产力。教育层面，刘备下令收集经典，淘汰不靠谱的私人学说，确定了官学的地位，又任命学士，对蜀地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益州被彻底激活，实力剧增，好比武侠小说里打通奇经八脉，神功大成。然而奇葩的是，近些年刘备对益州的治理竟然被妖魔化了。在某些人嘴里，刘备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他对益州的治理也被彻底妖魔化成了对益州人民的压迫和掠夺。今天八将就来破这些妖魔化言论，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某些人为了黑刘备究竟有多么没下限。这些言论呢，大体分为3种：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双重标准。先来看看无中生有这方面，最有名的言论就是指责刘备在益州搞4六征税、3丁抽1。4六征税就是说对老百姓征收60%的税，3丁抽1就是说每3个成年男子就要抽1个当兵。近些年很多人都喜欢拿这个说事痛骂刘备，我就想问问这些人，你们知道这个说法出自哪里吗？答案是某部电视剧。但是陛下，丞相好像一直不赞成4六征税、3丁抽1呀，因为这样一来，蜀中的百姓负担过重了。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朕即刻授你一道手诏，授权于你，令你与黄权年内加征军粮150万担，兵勇25万。把电视剧情节当历史，你们是真牛啊！事实上，蜀汉怎么征税，史书是没有记载的。真正有记载被4六征税的群体是曹操统治下使用官牛的屯田民和军户，这些人是明明白白要交60%税的。然后是双重标准，最典型的就是指责刘备穷兵黩武，搞烂了益州。说真的，看到这个形容，一瞬间我是懵逼的。因为刘备入主益州后统治了9年，在这9年时间里，刘备集团一共打了4场战役，其中襄樊之战和益州无关，荡渠之战是刘备集团的自卫，规模也不大。真正是刘备集团主动打的，而且动用了益州人力的战役只有2场。就这个打仗频率，别说跟被吴国丞相张替盖章认定为打仗没停过的曹操比了，就是跟刘璋比都是个弟弟啊。
是的，在刘璋的统治下，既有内部叛乱，又有和张鲁的不断作战。和张鲁的作战恰恰是刘璋主动挑起的。中刘璋之事，益州的战乱没有断过。然而在某些人嘴里，曹操不停征战是完全没问题的，刘璋治下的益州是和平安宁的，唯独刘备就是穷兵黩武，罪大恶极。拜托啊，别这么双标行吗？最后是断章取义，这种就比较高级了，迷惑性也很大。比如有人指责刘备拿下益州后，放纵士兵抢劫百姓，还打算强占百姓的房子和田产，多亏赵云苦劝，这才作罢。我把相关史料都放在屏幕上，大家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条史料写得很清楚，刘备允许士兵拿的是府库里的东西，不是老百姓的东西，跟劫掠压根就没关系。第三条史料确实有些争议。首先我们要明白，无论刘备是否真的强取了金银，他针对的目标都是豪强，而不是普通百姓。道理很简单，乱世里的普通百姓有金银，你逗我呢？那么刘备是不是强取了金银呢？我认为不是。第一，如果刘备是强取金银，那史书完全可以说清楚，没必要避讳。第二，如果刘备是在强取，那就变成了刘备先命令军队强取金银和谷帛，然后再还谷帛。请问这是正常人能干出的事吗？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两条史料的意思是，之前刘璋向豪强征收了金银和谷帛，存在府库里，刘备入城后从府库中取出金银分给将士，然后把谷帛还给豪强，等于说刘备借花献佛，一方面激励了将士，一方面又安抚了豪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大家可以不同意，也欢迎讨论。如果说取金银这事有争议，那说刘备想要强占房屋田产，就是纯纯的断章取义了。史料说得很清楚，是有人提议要分房屋和田产，然后赵云反驳，刘备听了赵云的话，立刻表示按赵云说的办。也就是说，这完全是刘备的一个英明决策，结果到了某些人嘴里，硬是歪曲成了刘备想要强占房屋田产，真的是用心险恶啊。除此之外，还有人断章取义，指责刘备杀害百姓。他们的依据是曹魏大臣傅玄写的《父子》一书中提到，曹操攻下汉中后，过了一段时间，有蜀地的降者告诉曹操，蜀中一日数十斤，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有人认为这说明刘备在疯狂杀害百姓。首先我们要明确，这时候刘备根本就不在蜀地，他正在荆州和孙权争地盘。资治通鉴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把这段记载改成了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当然了，如果守将真的杀害了百姓，那刘备起码也有纵容之罪。问题是，这段记载真的是在说守将杀害百姓吗？如果你认为手无寸铁的百姓可以在短时间内搞出一日数十斤级别的动静，可以直接杀出蜀地投降曹操，和曹操本人见面那我没什么话可说。事实上，后来汉中之战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人趁刘备在前线，在蜀地发动了叛乱，而叛乱者的身份有明确记载，是世代掌握武装的豪强。所以我认为那段记载就是说有豪强趁刘备外出期间发动叛乱，结果被守将平定，部分豪强叛乱失败后杀出蜀地，投降了曹操，如此而已。最后要说的一个观点，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过，那就是刘璋统治时期百姓生活富足，而刘备却搞乱了益州的经济。证据就是诸葛亮在农中对里说益州民因国富，后来写出师表示却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这不就说明了益州被刘备搞坏了吗？说真的，这个完全就是断章取义的巅峰了。让我们把诸葛亮的话放起来，看看真相到底如何。
对于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诸葛亮的原话是：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益州是个好地方，可惜被刘璋给搞烂了。事实上，对于刘璋的治理，诸葛亮是非常鄙视的，后来还专门批判过刘璋的治理。他认为在刘璋的统治下，法律几乎不存在，善政得不到实施，作恶得不到惩罚，蜀地豪强为所欲为，导致益州最终陷入弊的境地。是的，某些人从来也不会告诉你，诸葛亮对刘璋治下益州的评价恰恰是弊。有一段记载是这么说的：蜀土富实，豪强穷奢极欲。刘璋任命的成都县令董和以身作则，厉行节节，限制豪强。结果豪强联合起来要求刘璋调走董和，百姓得知后，有数千人跑来哀求刘璋不要调走董和。刘璋只好留了董和2年，然后还是把他调走了。看明白了吧？刘璋治下的所谓富足，从来都不是属于普通百姓的，而是属于有钱有地的豪强。在他们的穷奢极欲、为所欲为之下，隐藏的恰恰是普通百姓的血泪。在我眼里，吹刘璋治下的益州跟吹民国完全没什么区别。那么诸葛亮对刘备治理后的益州真正的评价是什么呢？一方面，诸葛亮认为益州确实疲弊了，毕竟之前经历了夷陵惨败，人力物资都受到了较大损耗，确实疲劳不堪。但是呢，诸葛亮随后又说，经过我们的抢救益州又活了，只要你清贤臣，远小人，复兴汉室没什么问题。现在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我觉得可以跟曹魏拼一把了。现在大家应该可以明白诸葛亮对刘璋治下的益州以及刘备治理后的益州完全的评价到底是什么了吧？对于刘璋治下的益州，诸葛亮的看法是：益州是个好地方，可惜被刘璋搞烂了，只要去打，保准能拿下。对于刘备治理后的益州，诸葛亮的看法是：虽然夷陵战败，损失较大，但是底子不错，经过我们的抢救又活了，现在咱们甚至可以去跟曹魏拼一拼了。你觉得在诸葛亮眼中，到底谁治理后的益州更拿得出手呢？好了，妖魔化的观点基本说完了。如果大家觉得还有补充，可以发在评论区一起讨论。那么刘备治理益州到底有没有黑点呢？当然是有的。说起来这个事也挺可悲的。刘备南下成都后，允许士兵随意取用府库的物资，结果导致军用不足，最终不得已发行了大面额的虚值货币纸摆钱。刘备的行为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虽然说刘备收购物资的对象是豪强，那时候用钱的也主要是豪强，似乎对普通百姓影响不大。然而豪强也不是傻子，他们吃了亏，肯定要想办法转嫁危机。虽然无法完全转嫁，但普通百姓总归是要受一定损失的，所以说这个是洗不了，肯定是黑点。但我为什么又说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呢？很简单，刘备南下益州后，苦战了近2年的将士肯定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如果不采取什么办法，大规模的劫掠恐怕难以避免。刘备无奈，只能让他们取用府库。最终缺少军资的刘备不得不发行了纸摆钱，也就是说，刘备虽然尽力避免了大规模劫掠的发生，最终也不得不换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让百姓去承受损失。这就是乱世之下普通百姓的悲哀。最后我来说说刘备治下的百姓的生活到底如何吧。其实看看刘备时期的一些地方官的相关记载就知道了。刘备时期，李严担任前为太守，在这里大搞基建，把前为整个翻修了一遍，老百姓非常高兴。李严还重新修筑了蒲江大堰，造福后世，这个工程至今还发挥着作用。刘备任命的来降都督邓方也得到了南中百姓的信任和拥戴。除此之外，刘备任命的王廉很有政绩，任命的吕毅也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另外，刘备时期负责益州日常治理的是诸葛亮，这位的治理能力不用多说了吧。
总的来说，在刘备的治理下，益州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大大加强。至于百姓的生活嘛，那是古代还是乱世，你要说百姓的日子能过得有多好，显然是扯淡。然而相比于刘璋时期，刘备稳定了秩序，打压了豪强，加强了建设，发展了教育。作为一个仅仅统治了益州9年的乱世诸侯，刘备能做的恐怕也只有这些了。我觉得他真的尽力了。客观地说，放眼整个中国历史，刘备的治理成绩显然谈不上耀眼。单就对益州的治理来说，刘备显然也不如诸葛亮。而且刘备发行纸百签以及夷陵战败给益州百姓带来的损失也是难以回避的。但是总的来说，对于益州的发展，刘备确实也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最终的评价肯定是功大于过的。现在大家再回头去看看那些妖魔化刘备治理益州的言论，会不会感到一丝寒意呢？你说这些人到底跟刘备哪来的这么大仇恨，要如此处心积虑妖魔化刘备对益州的治理呢？在我看来，答案很简单，因为刘备没屠城。如今网络上出于各种原因，把抹黑刘备当作人生乐趣，甚至当作工作的人大有人在，想必大家也看到过不少。然而让这些人很无奈的一点是，刘备他真的没有屠过城，这可急坏了这群人啊！没办法，他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去妖魔化刘备对益州的治理，给大家营造一种刘备虽然没屠过城，但他对益州的治理比屠城还要残暴的印象。如此一来，就能彻底摧毁刘备的形象，让刘备永世不得翻身。这个用心我真的无话可说。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3连转发支持一下这期视频吧，我真心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一个历史人物被妖魔化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他坚守底线，没有屠过城，这真的太让人感到悲哀了。